那今天这一集呢，迷信的疗愈学是非常的深刻的值得你细细的品味。那今天是我们不看更焦虑的第5集，那题目是用迷信来治疗迷信，就是说我们生病了呢是迷信，那我们要去治疗它呢也是迷信，所以这叫迷信疗愈学。那本来就说我焦虑了我觉得焦虑，那我一直在重复担心，那肌肉都变得僵硬，胸闷心悸，那就是一个焦虑的状态。那面对焦虑呢，有3条回不到家的路。那之前方医师有提过第一条路是我否认焦虑，我没有焦虑，我只是胸闷，我只是频尿而已，所以他否认焦虑。那第二种就是说我没有焦虑，我只是频尿。那如果没有频尿的话，我就不会焦虑了。他把问题呢简化成频尿。那我们今天分享第3条回不到家的路，就是我生病了，我焦虑了。原来是这个神秘的原因造成我生病了。那我透过一个神秘的方法，那我被治好了，我疗愈了。那方医师今天提到就是生病可以是一种迷信，也就是我生病了，可以是一种迷信。那疗愈呢，也是一种迷信。用迷信来治疗迷信，就是2个迷信。用迷信来诊断你，那用迷信来治疗你。那有一种心态就是我流鼻水了，那刚刚就是被风吹到。那肚子不舒服了呢，你就会想到是刚刚的餐厅的菜不卫生。那如果你跌倒了，你就会抱怨说谁把东西随便放在这里。那如果你最近常常跌倒你一定会想，最近我比较倒霉，可能有人在诅咒我。那总之呢，有一种青少年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我自己是干净的，我绝对不会自己去害自己。所以如果我觉得不舒服，任何的不舒服，我一定是被害的。那有一些大人还没有脱离这种青少年的心态所以他发生任何的事情，他都把原因往外推。所以我们可以称它做妈宝妈宝就像青少年一样，或者是更幼稚一点的叫做巨婴巨大的婴儿所以呢，我承认我焦虑了，但是我怎么可能会莫名其妙的焦虑呢？妈宝或巨婴的心态就是说是谁害我的？我的敌人在哪里？我要找出我的敌人。方医师提到说面对焦虑有3条回不到家的迷路。第一个，我一直在找敌人，我还在找敌人，我要把敌人找出来。第二个就是我找到一些可以欺负的小敌人了。第3个就是不行，我的敌人不是那些小敌人，他一定要够看。我的包包是名牌的包包我的敌人也要是名牌的，够看才行。所以面对焦虑呢，方医师说有3条回不到家的迷路我用钓鱼来做比喻那你想要去钓鱼的，首先呢，你就会去找水池那不断的去找水池，找足够好的地方可以钓鱼，这就是第1条迷路。那第2个，找到足够大的可以接受的水池之后，你就开始钓鱼那钓到不少的小鱼只是小鱼而已那你也心满意足了，说这也是不错，总算有钓到鱼了。那有人就不要这样，他说不行，这些小鱼不够看既然我要钓鱼我只钓大的鱼那我生病了，我莫名其妙的焦虑了。那你们说我这些状况应该要规律的生活，我也规律的生活，没有熬夜啦。那要多运动，我也去做运动啦。那不要想太多，我也尽量不要想了那大医院的医生呢，名医呢，我也去看过了，我也吃了药了，没有完全好那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幸好在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已经帮你准备很多神秘的理由、神秘的治疗就好像这个水池里面出现这种神秘的鱼这些神秘的鱼你能够看得到，也足够吸引你的眼光。那这不就是你想要钓的大鱼吗？刚刚那些小鱼都不够看
所以这一种我可以理解的神秘性，如果太神秘的你不可以理解也没有用。所以这一种我可以理解的神秘性，在这个时候呢，就来填补你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是我要找到一个更特别、更深入的理由。所以当你生病了，你焦虑了，你就一直在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这个可以理解的神秘理由就是这个池子里面最特别的大鱼，也就是在那个名牌店里面店员舍不得卖给你的名牌包包啊。所以这几年来我为什么会一直焦虑呢？我为什么一直在生病，身体都不好呢？这时候有人他就会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神秘的微笑说你一直觉得不顺利是因为你卡到阴了。那你最近有没有去一些特别的地方对，就在那里，你在那个地方卡到一些外灵。那我看到你身旁或者是身后好像有好几个跟着呢，会不会是你累世的债主来要了？还有人会说他发现你的祖先跟你血脉相连的祖先他们现在在那个地方过得不好。如果他们过得不好，你跟他血脉相连，你也不会好的这不是乱说的呢。对他来讲，他说最近量子纠缠才刚得到诺贝尔物理奖，所以呢，你跟你的祖先量子纠缠，所以他过得不好呢，你也不会好的。那还有人说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心里都不是很平静，然后我还有一些行为呢，被人家说很奇怪。这时候，如果你旁边坐了一个心理大师他就会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他就说他觉得你的潜意识有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男生呢，他就会说呢，你的性发展上你跟你的父亲竞争然后你又偷偷喜欢你的母亲那你听了之后吓了一跳，说什么？不可能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我怎么会跟我爸爸竞争，偷偷喜欢我妈妈呢？心理学大师就说，你当然没有办法去意识到这一点因为那些是潜意识既然叫做潜意识，就是你没有办法意识得到的，但是是存在的。那为什么我一直有荨麻疹、头痛、睡不好？这时候隔壁坐了一个看起来很诚恳的人，就会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又是神秘的微笑。他说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但是我觉得你可能缺乏镁这个镁很重要。如果缺乏镁我们身体会产生很多的症状。那也有人会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或者是打进去的疫苗害我们生病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本来是干净的，是被这些外来的东西污染的啦。那怎么办呢？那他就会很神奇的马上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一些补品然后就说这个可以补充你身体的镁，你喝喝看那个可以去除食物的毒素，你喝喝看。经过各种聪明人的努力你想要得到的神秘特餐桌子上都有有什么呢？有卡到阴的烤乳猪、乳鸭，有血液酸碱不平衡的科学汉堡，也有性意识发展不正常的茄子跟米粉。喜欢吃什么就拿起来吃如果这个吃不习惯你就再换一道菜。反正这也是一个言论自由、幸福快乐的地方。那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太复杂了，太难懂了。那我们从两栖动物的智慧开始两栖动物就是青蛙啦，那些动物开始，我们人类就学会一致性的推理只要一起出现的事情就有一起的意义否则为什么要一起出现？这是统计统计学带来的信息不是从科学分析得到的所以有一种人他是涵盖两栖类的智慧呢，只要一起发生的，他就觉得是有一起的意义那我们的运气
我们人生的运气啊，或者是我们的病情啊，总是起起伏伏的，好好坏坏的。上帝不会偏爱任何一个人啊，也不会憎恨任何一个人啊，他没有闲工夫去特别去搞一个人啊。所以当我们生病啊，或者觉得不顺利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被一个神秘的 X 事件，好 ，X 事件就任何的事件，然后便开始啊逢凶化吉啊，只要一次你就觉得说，这个 X 事件呢，可能是有意义的，也可能是刚好，是意外啊。如果被这 X 事件介入，那连续2次或3次都逢凶化吉，那你会不会开始相信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刚好的事情？所以这个 X 事件一定是真的，我们一定要相信它。那你用5次的意外所制造出来的迷信啊，你要用500次相反的结果，你才能够破除这个迷信。我举一个例子啊，你有一天路过路边的一棵老榕树啊，年纪很大了长很多须了那你路过你觉得这老榕树有灵气啊，你跟他心有灵犀啊，那你刚好有一些困难，你就跟他合十许愿啊，后来你逢凶化吉了，那你便不敢不归功于这一棵老榕树的帮忙，然后你也跟朋友讲，介绍朋友来跟他祈愿。那事情跟病情呢，方医师说啊，总是有起起伏伏的嘛，所以祈愿的人最后有3-4成的人呢留下来还愿。那这棵老榕树的神话就这样子被建立起来，后来香火鼎盛。这一切都是从老榕树啊被绑上一个红带子开始的。那老榕树就是老榕树啊，它从头到尾呢都没有说话，它静静的看着人们所做的这一切。那迷信被建立起来了。那方医师把它分成2种，叫做有用的迷信跟无用的迷信。那当你提出一个生病的神秘理由的时候你既然敢讲这个神秘的理由，你最好能够搭配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比如说你跟人家讲卡到阴，那你又没有办法治疗，所以同时你是可以当一个像神人一样，当中间的一样呢，跟你来沟通协调。当你提出说，哇，你家的风水不佳的时候你可以重新摆设来化解这个风水不佳。你提出这个身体的镁不够的时候，你马上拿出这个药水可以补那个镁的，这就是有用的迷信。那什么叫做无用的迷信？比如说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跟你说，哇，你性意识异常，那只有弗洛伊德感到高兴，因为他也没有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那比如说你打过的疫苗造成你后来所有的病情都是疫苗害的，当时要打疫苗的时候你还争先恐后，还插队，那你现在怪那个疫苗害你。所以呢，这叫无用的迷信。不过我跟你讲，最近已经有越来越多神秘的方法，连打过的疫苗呢，都有人提出神秘的化解方法。那什么是完美的迷信？首先呢，你提出来的理由必须要有一点点那个超凡脱俗的神秘性。你讲他懂的他不会尊敬你的。你要讲一点神秘性的。既然这个天底下呢无奇不有，大家听到神秘的事情呢，就有一种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那就是神秘可以生存的空间，你知道吗？但这个生命呢，也不能太神秘神秘到你完全听不懂，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好像是胡扯。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神秘必须你听得懂。所以完美的神秘就是你听得懂的神秘那这样子的说法呢，已经很及格了很有吸引力了但是只能到80分不够好。你必须要配合随手可得的处理方法。如果这 X 事件的介入然后搭配事情会起起伏伏的这个观察，然后2-3次如果你都运气很好，打在正确的点上，你会激发出牢不可破的迷信。那在茫茫大海中航行航行了3个月，
哥伦布呢，他也不知道这艘船会去到哪里。那哥伦布呢，仍然假装很有信心的指向某个方向，让船员能够安心呢，就是让这个信心可以带领整个船继续的航行。那我们用迷信治疗迷信这种疗愈学它是可以治百病的，你知道吗？它就是哥伦布的信心哥伦布的那一双手是整个船员能够撑下去的精神力量。那我们今天生病了，我们焦虑了，就好像在茫茫大海之中能够帮我们撑久一点的精神力量，就是那一双哥伦布的手。这一点就是迷信疗愈学里面所涵盖的正面价值。但是我们人类呢，终究不能只靠迷信因为我们不是两栖类的动物我们不能一直靠一致性的统计推理来过日子人类发展出前额叶，然后可以开始去做分析跟推理我们不能够一直依赖着那一双哥伦布的手，所以我们后来我们人类就发明了 GPS 定位来取代哥伦布的那一双手。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秘一直非常的好奇，那一直用一个迷信，这个迷信没有用，再换一个迷信，那我们人类的进步就会非常非常的有限，最后我们就会一直在无知的海洋中漂流。虽然我们没有沉下去漂流的状态让你没有办法沉下去，但是你也很难到达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方医师提到，就说我生病了，我焦虑了，我有问题了，不管是身体的问题还是心理的问题，就是一个身体或者心理的警报器发出了警告了，就是要我这个身体或者是心灵的主人去面对这个警告，然后找出身体哪里或心理哪里有违和的地方，然后去调整它。所以如果把我生病了，我焦虑了，全部转换成外在的原因，都是别人害的，跟我无关，避开自己需要负担的责任，那你就会浪费了一次我生病了，我焦虑的危机了，失去调整自己的机会。好，最后跟各位分享就是说，佛陀的修行就是在生病中修行，就是在焦虑中修行。佛陀不是要我们常常去静坐吗？他也没有别招呢，他就是静坐。他让你自己去看到身体或者是心灵违和的地方，然后承认它有问题，面对它有问题。如果这时候可以调整的，就去调整；如果不能调整的，就接受它。最后呢，就是放下它。那今天这一集呢，迷信的疗愈学是非常的深刻的值得你细细的品味。人终究是会生病的，而且常常会焦虑这就是生命的常态。方医师提出面对焦虑，面对生病3个回不到家的迷路今天讲的是第3条路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又很深刻的路那我们如何呢正确的面对焦虑，找到回家的路呢？接下来的集数未来我会分享3条可以回到家的路，敬请大家期待。谢谢各位。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